Apple Watch 8、Apple Watch SE、Apple Watch Ultra、AirPods Pro 第2代、iPhone 14以及 iPhone 14 Pro。一年一度的科技春晚在几个小时前刚刚结束，苹果在发布会上发布的这些新产品，其实就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消息也大差不差。今天的视频我就想和大家梳理一下我在发布会中看到的这一代产品和上一代的一些不同，方便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能够注意到这些差别，做出自己的决定，购买到自己满意的产品。那我们首先从这次的 Apple Watch 8开始。 Apple Watch 8这一次在外观和性能上其实和7的差别不大，外观是依然和7一样的设计，并且表盘尺寸也是41和45毫米两个尺寸。在性能上，发布会甚至没有提及任何的性能变化，所以我相信这一代的芯片和上一代的芯片在性能上确实相差是不大的。那这一次它的亮点是加入了温度传感器。 Series 8 has a unique 2-sensor design. 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女性健康，通过精确的测量温度的变化来通知潜在的排卵期。另外一个新增的功能就是通过它的运动传感器可以实现汽车碰撞的检测。当手表检测出你发生了碰撞的时候，它就可以帮助你拨打紧急服务电话。而且这个功能可以检测出4种不同方向的碰撞，分别是从车的前面、侧面、后面以及翻车的情况。至于大家最关注的续航，依然是全天电量18个小时 All day, 18-hour battery life. 呵呵，不过这次它多了一个低电量模式，可以达到36个小时的续航。这次的售价是普通版本399美元起，蜂窝网络版本499美元起。接下来发布的一款产品是第2代的 Watch SE， 它同样也有汽车碰撞的检测功能。另外他说这一款 Apple Watch SE 和 Apple Watch 8拥有相同的系统包，那在我的理解中就意味着它会和 Apple Watch 8拥有相同的处理器。然后它的起售价是249美元，蜂窝网络版本是299美元。在我看起来，其实 Apple Watch SE 的第2代看起来是一个更加划算的产品。第3个发布的产品就是这一次发布会的重点了 ，Apple Watch Ultra。 This has been years in the making, and we can't wait to show it to you.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消息当中看到的 Apple Watch Pro 版本，只不过最终苹果给它的命名是 Ultra， 还是多少有一点点那个意外惊喜。它在发布会中也提到了，这款手表是专门给人们在探险和探索的时候用的这么一款手表。而且这一次它的表盘的表面也确实和前几天的消息一样，采用的是一个全屏的屏幕，机身用的是钛合金的金属，然后蓝宝石的屏幕，屏幕的大小是49毫米，也就是比现在的大的45毫米更大。然后另外除了这边它有2个按键之外，它在另外一边还多了一个按键，而且这个按键可以自己给它通过自定义来给它不同的功能。另外这个 Apple Watch Ultra 还有第2个扬声器，用途就是在野外探险或者徒步的时候，如果迷路了，可以发出更大的声音，最远可以达到180米来进行呼救。而且因为它用途的不同，每一款 Apple Watch Ultra 都直接标配了蜂窝网络。那大家最关心的续航部分，这次 Apple Watch Ultra 达到了36个小时的续航，在电池优化模式下可以达到60个小时。虽然说比普通版本的 Apple Watch 翻倍了1倍的电量，但是各位如果有喜欢探险或者特别喜欢长旅途徒步的朋友们，不知道这个续航对你来说够不够用。为了体现出这个手表对于野外探险和徒步的功能，苹果也是重新设计了这款手表的指南针，而且还给它多增加了夜间模式。在发布会中我看到了一个功能，确实觉得很实用，那就是如果比如你在森林中迷路了，这款手表可以显示出你来到这个位置的路径，这样就可以通过手表给你的提示原路返回，避免在森林里面待了太久，然后也等不到别人的救援这种情况。那另外这一款手表的表带也是跟普通版的不同，是有了全新的设计。那此外它的 GPS 也是号称是在所有智能手表当中拥有最精确的 GPS 功能。苹果在发布会当中说，这个精确的 GPS 功能对于马拉松这种运动来说非常的重要。我本人因为不跑马拉松，所以不太清楚，所以如果你喜欢跑马拉松的话，欢迎在留言或者弹幕留下评论。另外苹果还为了这款手表专门和另外一家公司合作，出了一个 Scuba Diving， 也就是水肺潜水的应用。因为我个人是不玩这类的运动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 APP 的功能看起来对这项运动有多大的帮助。
同样的，如果你是这方面的爱好者或者专家，希望你能够在下面留言，到底这款应用看起来怎么样？以上3款就是苹果在发布会中发布的所有的 Apple Watch 的系列。我自己看起来，我还是觉得从性价比的角度考虑，第2代的 Apple Watch SE 是比较划算的，因为它的价格大概只有 Apple Watch 8的2/3不到一点，但是它却拥有和第8代一样的这个系统的 package， 拥有一样的性能，只是少了一些最新的这个温度传感器和屏幕常亮。其实屏幕常亮也不太清楚后面到底会不会有，因为发布会中没有提。但无论如何，我觉得第2代 SE 看起来是比较划算的选择。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徒步爱好者或者野外探险的爱好者，那 Apple Watch Ultra 肯定是你的最佳选择。苹果接下来发布了 AirPods Pro 的第2代。Now, let's turn to AirPods. 这款产品我相信好多人也是等了很多年了。上一代应该已经是19年的时候发布，真的是隔了好多年。这次苹果升级芯片到了 H2， 其中有几个新功能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第一个是可以自定义空间音频。苹果说因为每个人的头啊、耳朵的位置、头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自定义空间音频的话，可以让你更好的享受这个音乐的效果。此外，它的降噪也比上一代，也就是第1代 Pro，好了2倍。然后它的通透模式也得到了加强。打开通透模式的时候，可以有效的降低环境音当中的那些有害噪音，比如说马路上的这些施工的声音，这个通透模式可以帮你滤掉，所以就能够降低对你耳朵的伤害。在续航上，第2代 AirPods Pro 也得到了加强，充电一次可以使用6个小时，听6个小时的音乐，然后加上充电盒的话，最长可以达到3个小时的续航。然后每个耳机本身，包括耳机盒本身都增加了麦克风，在丢失的时候可以发出声音，让主人能够更快速的找到这个耳机。Help you find it by playing louder tones. 然后最后一个新功能就是你可以用 Apple Watch 手表的充电器来给 AirPods Pro 第2代进行无线充电。这个功能确实是很方便，看起来很好，但是我想的是我的 Apple Watch 每天都需要充电，那我该什么时候给我的 AirPods Pro 来充电呢？这是个问题。那这一次这个 AirPods Pro 第2代的售价是249美元。接下来就到了这次发布会的重头戏 iPhone 14系列。People love iPhone. 那 iPhone 14这次果然用的就是 A15 芯片，不过是13 Pro 上的那枚有5核 GPU 的 A15 芯片。相机有一定的进步，而且这一次在美版当中，所有的美版 iPhone 14都取消了 SIM 卡槽，全部改用 eSIM 卡了。苹果在发布会中是说 eSIM 卡相比传统 SIM 卡更加的安全，而且你可以在一个手机上同时使用很多个号码。只是我想，那如果美国人们要是出国旅游的话，该怎么换手机卡呢？他拿着这个美版的手机，但是插不进旅游当地的手机卡，这不是很尴尬？难道是要去当地再买款新的 iPhone 吗？这也倒是个不错的赚钱路子。新的 iPhone 14也能够实现汽车碰撞的检测，搭配和 Apple Watch 8使用的话，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使用效果。另外 iPhone 14也实现了通信卫星紧急服务的功能，确实是对应上了这次发布会的名字 Far Out。这个功能大致上就是可以在野外没有 WiFi 或者手机信号的时候，通过和卫星的连接来发出求救信号。但是据说这个功能是有一定资费的，而且可能现在也只会在美国和加拿大地区实行。所以用起来到底是什么效果，贵不贵，这个还不太清楚。当然这次苹果也砍掉了 mini 这条线，转而加入的是 iPhone 14 Plus。像这 iPhone 12的时候，你还是亲手把这个 mini 给拿出来的，今年就直接把它给砍了。这次起售价 iPhone 14是799美元， iPhone 14 Plus 是899美元。终于到了 iPhone 14 Pro 了。其实看完 iPhone 14的发布，我对这次苹果的发布会的感觉就2字：敷衍。为什么这么说呢？看完你就知道了。首先，新功能之一就是加入了屏幕常亮技术。同样，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去年苹果不加入这个功能了。因为如果在13就加入这个新功能的话，那14真的就没什么特别好说的。从屏幕上看，刘海屏换成了药丸屏，而且苹果给了它一个听起来很高级的名字 Dynamic Island， 中文的翻译是灵动岛。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在使用不同的软件的时候，在这个灵动岛的附近就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动画。
我不知道你看了之后对这个动画有什么想法？对我来说就觉得确实是很灵动，但是像我这种中年人就感觉并不需要这么多的动画，我就想实实在在用它的功能就好了。不知道上手之后真的体验之后是一种什么感觉，反正至少现在来说我不太明白苹果加这么多动画给它的意义是什么，可能就是因为这代没有别的特别能讲的功能，所以加一个这种功能在里面，这是我的第一感觉，但是实际的使用效果我们还是要上手之后才知道。那这次这个屏幕本身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大，它的峰值亮度有1600尼特，在室外的峰值亮度更是可以高达2000尼特，非常惊人了。在芯片，那这次 Pro 系列用上了最新的 A16 芯片，用的是4纳米的工艺。苹果号称这款芯片是所有智能手机中最快的芯片，当然我是相信的，而且他们还强调了友商们现在连他们的 A13 芯片的性能都还没有追上。14 Pro 这次最大的升级应该是它的摄像头模组了，像素升级到了4800万，而且还有 Action Mode， 光圈也增大了很多，夜拍模式等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在颜色上，这次它也加入了2个新颜色，分别是太空黑和深紫色，再加上前几代有的银色和金色，那组成了这一次4个颜色的组合。之前我是说如果有新颜色我可能会选新颜色，但是这次这个新的紫色出来之后，不能说不好看，但是感觉和我自己不是特别搭，所以为了更保险一点，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太空黑。不知道你看完之后是会想买14还是14 Pro， 又会选择哪个颜色呢？以上就是苹果发布会内容的一个总结，希望你看完之后心中对这次发布的新产品有了一个概念。那今天视频就是这样，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